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为什么做牙齿矫正的人越来越多？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现代人越来越需要做牙齿矫正呢？而在牙齿矫正的过程中，又有哪些雷区可能是你或你的牙齿矫正医生没有注意到的，会让你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呢？今天的影片非常重要，即使你已经做过牙齿矫正，你也应该要了解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之前的影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知名的史丹佛大学人类头颅研究。在远古的时代，没有矫正医生，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着整齐的牙齿与长得很正的智齿。但反观现代的人类，却大多有着乱牙、龅牙、小下巴或智齿长不出来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过于简化的说法是因为现代人的上下齿颚尺寸的缩小。至于为什么会缩小，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中有提过，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上下颚尺寸缩小会导致牙齿没有足够的空间，这就像是停车位变小了，但摩托车还是一样多，大家没空间，只好乱停乱挤。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透过佩戴牙套做牙齿矫正来恢复牙齿的整齐。但如果我告诉你，当你花了庞大的牙齿矫正费用，却反而有可能让你的问题更加恶化呢？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案例。25岁瘦小的李小姐第一次走进我们的诊间时，我感到有一些惊讶。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明明正值花样年华，她看起来却足足老了20岁。李小姐的眼神看起来相当疲惫，有深深的黑眼圈和很糟糕的皮肤状况。此外，她有非常后缩的小下巴，这点一直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心里已经在猜想，她大概有很严重的睡眠呼吸障碍。果然，她告诉我，她有严重的睡眠问题，晚上几乎没有办法睡超过3到4个小时。李小姐已经逛过许多医院，看过许多医生，但大部分的医生只是开药给她，或建议她去看精神科。然而，她还是几乎每天都没有办法睡觉，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说着说着，她就情绪溃堤，哭了起来。李小姐的故事要从3年前说起。当时她因为觉得自己是龅牙，于是开始接受了传统的牙齿矫正。牙齿矫正医生告诉她，因为她的牙齿没有空间，而且为了要让脸型变好看，因此她需要拔掉4颗智齿和小臼齿才能够做矫正。李小姐当时并没有多想，就遵从了医生的建议，不仅拔掉了牙齿，并且还花了将近4年的时间完成了矫正。结果就在她矫正完成没有多久后，这个就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她发现自己开始没有办法睡觉，而且常常感觉呼吸困难，甚至她会在夜间惊醒。故事讲到这边，先暂停说明一下关于龅牙的问题，这其实是第一个雷区。其实绝大部分自我感觉有龅牙，或者是被牙医判断是龅牙而开始要做牙齿矫正的人，真正的问题是小下巴，而不是龅牙。因此，如果你或你的矫正医生专注在解决龅牙的问题上面，那么你极有可能就会陷入重围而不自知。这是因为龅牙和小下巴根本上是2个相反的情况。关于龅牙和小下巴这个与颅颜生长与颜面美学标准有关的主题比较复杂，我们会再专门做一集跟大家讲解。我们再回到李小姐，李小姐的牙齿矫正做法在台湾可以说相当普遍。她的牙齿矫正计划乍听之下也相当合理，停车位不够，把一些摩托车移走，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但李小姐可不是单一的个案。像她这样牙齿矫正后需要再打掉重练的患者不在少数，这表示我们对于牙齿矫正习以为常的做法其实大有问题。要了解牙齿矫正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先从人类颅颜与齿颚生长发育的机制说起。
这个机制也与为什么有些人是帅哥或美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人类的基因在过去数千年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造物主将停车位设计得很精确，32台摩托车都可以整齐地停得好好的。这个我们从 Paul Ehrlich 教授的研究就已经很清楚了。而人类跟鲨鱼不一样，造物主精巧的只帮我们设计了2套牙齿，也就是乳牙和成人齿列。他并没有设计多余的备胎，当然他也没有为了要帮牙医增加业务，特别设计出智齿，以便需要有牙医来帮忙拔除。那么既然本来的设计好好的，那为什么到了现代，明明摩托车的数量也没有变多，但停车位会变得如此不足，到有时候我们需要将8台车移走，并透过牙齿矫正才能够让剩下的牙齿排列整齐呢？而这么做又会有什么问题呢？这样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停车位不足的根本问题不但没有被解决，把这些多余的摩托车移除的过程中，反而会让停车场变得比原本更小。牙齿矫正拔牙常见的做法是拔除我们2侧的第一小臼齿，并让爆出的前牙往内收，以减少龅牙。这样做的后果是会直接让停车场，也就是我们的口腔体积缩小。原本就是因为停车场太小，停不下这么多车，才把多余的牙齿移掉。但这样做完牙齿矫正后，会让原本就不大的停车场变得更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严重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我们可以参考一项研究，这份研究回顾了过去5年内有缺牙或早期拔牙的儿童，他们的临床数据、睡眠检查结果和牙科影像。我们发现，缺牙的儿童比正常牙齿发育的儿童更容易出现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症状。这是因为牙齿对于上下颚骨的发育非常重要。缺牙会导致口腔体积变小，使舌头没有空间，只能往后方移动，导致上呼吸道在睡眠时更容易被舌头阻塞，从而引发睡眠呼吸中止症。绝大多数儿童的睡眠呼吸问题都被忽视，这是因为家长对于儿童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症状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而且每个孩童的症状差异很有可能都不一样。常见的儿童睡眠呼吸中止症症状可能会包括容易鼻塞、黑眼圈、中耳炎、鼻子过敏、睡觉会打呼、平时嘴巴会开开的、脾气差、过动、学习不佳或容易晃神等。这些被忽视的症状就默默地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加重了。研究还发现，缺牙的儿童通常会有长脸型，也就是所谓的马脸，和又高又窄的上颚。这些特征都增加了上呼吸道塌陷的风险。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李小姐的睡眠问题这么严重，这是因为她拔牙之后口腔体积缩小而造成的。口腔体积缩小，第一个造成的问题就是舌头的空间也没有了。没有空间的话，舌头就只能被迫往口腔的后方推挤，而舌头的后方就是上呼吸道，这个会直接造成上呼吸道变窄。而等到了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舌头又会因为重力往后倒，而造成舌头的后面本来就不太宽的呼吸道变得更窄。这时候就会因为呼吸气流通过狭窄的管道而发出打呼的声音。再严重下去，呼吸道如果大部分都被堵住了，就会变成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李小姐就正是这样的案例，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是她完全无法好好睡觉的主要原因。而睡眠剥夺所产生的几个结果之一，就是看起来精神不济，好像老了几十岁，而且皮肤的状况变得极差。这个被称为疾病之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是造成很高比例现代人生病的原因。最新的医学研究已经证实，包括失眠、癌症，甚至是忧郁症，其实都跟它脱不了关系。而且好消息是，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可以大幅减缓许多疾病的严重度。
近年发表的癌症研究也显示，睡眠的问题会影响癌症细胞表面的抗原表现，也就是有睡眠问题的人，细胞癌化的速度与程度都会明显的增加。关于睡眠呼吸中止症可能造成的后果，你可以看刘文德医师的这部影片。我们说到这里，你现在应该可以了解牙齿矫正与呼吸道之间存在很密切的关联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再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有多么的重要。人类与其他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人类是直立的，我们用双脚行走，而且人类还发展出了特殊的声带这样子的构造，让我们有了复杂的语言能力。直立后的人类，我们的上呼吸道呢，需要在口咽上方的地方转弯90度，而在口咽下方处的声带则需要变得特别的狭窄，才能够让通过的气流发出各式各样细腻的声音和语言。直立和声带这两点导致人类的上呼吸道天生就比任何的动物都要狭窄了许多。我们拿跟人类最接近的近亲黑猩猩来比较，就能够明显的发现，没有完全直立的黑猩猩口腔后方的上呼吸道空间远比人类要宽许多。因此，我们的上呼吸道先天上就有了缺点，而后天牙齿矫正可能又让舌头的后方减少了空间，因此它只能往后方挤压呼吸道。即使你还没有会感到呼吸困难，但在睡觉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生了睡眠呼吸中止症而不自知，因为呼吸中止多半发生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运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很多人会跑步、重训或者是做瑜伽，但大部分的人就算练到头好壮壮，都还是跟希腊史诗中的战神阿基里斯一样，全身都无敌了，只有一个地方是死却没有练到，那就是我们的口腔。除了声乐家、某些特定的歌手或演员，绝大部分的现代人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锻炼过口腔的肌群。这就是为何现代人的停车场严重萎缩，以及有这么多人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主要原因。远古的时候，人类并不是这样的。古人每天的体力劳动与活动量远比现代人要大，而且他们的食物比较粗糙，需要更多的咀嚼，因此他们的口腔肌肉与呼吸道的锻炼比现代人要强健许多。最重要的是，古代的人类一出生都是哺乳，没有容易吸吮的奶瓶。婴幼儿吸吮妈妈的奶水时，需要运用大量的口腔肌肉，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用尽吃奶的力气。而造物主设定的这个机制呢，有助于幼儿齿颚的发育与建立正确的口腔以及吞咽肌肉相关的神经连接。然而现代人摒弃了这个关键的发育机制，我们用比较简单的奶瓶取代了妈妈的哺乳，这个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果，而且这些后果可能从婴幼儿1-2岁开始，便开始影响到他一生的健康。关于母亲亲自哺乳的重要性，我们也会再做一集帮大家来讲解。口腔肌肉无力的人通常有2个特征，一个是从小就喝奶瓶长大的，第二个是常常鼻子过敏。这2点表示你可能常常都是用嘴巴在呼吸，造成你有很高的机会是一个口腔肌无力的人。这种人非常容易得到睡眠呼吸中止症。如果你是属于口腔肌无力，你又打算做牙齿矫正或正在做牙齿矫正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一定要同时很认真的做口腔重训。所谓口腔重训，正确的说叫做口腔肌功能训练。它是一种非常有效，可以避免你的牙齿在矫正之后因为位置不稳定再跑掉的一个方法。这可以避免你到时候重新要再花钱做一次矫正。当然，如果你原本呼吸道就已经很狭窄了，那么在做牙齿矫正的时候，你最好要避免再拔牙，因为我们前面提过，缩小的口腔会让你的呼吸道变得更加狭窄，而有这样的问题的人就更需要做一下口腔重训。
因为许多研究都已经证实，锻炼口腔肌肉可以有效地减少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严重度。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拔牙要如何做牙齿矫正，以及如何正确地做口腔重训，我们会在其他节目再跟大家介绍。